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佳颖。最近有一个年轻的男病人来找我，他说他的胸口好热好痛，然后胃也痛得不得了，然后每次往上躺下要睡觉的时候，就觉得胸口一阵热痛。那我说，你这症状有没有去照胃镜啊？然后说有西医说我是胃食道逆流，可是我已经吃了制酸剂啦，然后我也乖乖吃了西药，可是还是觉得喉咙卡卡的，会咳嗽，然后还是觉得，这个胸口很热很痛，应该怎么办？为什么我已经吃了制酸剂了，还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呢，其实你一定要看这一集，因为中医真的可以处理胃食道逆流哦。胃食道逆流是什么？很多人说它就是易恰生啊，还是火烧心啊。那中医里面其实也有这样子的症状形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中医在讲胃气主降，这就是说胃的这个脏腑，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让食物往下降，让我们身体的气机往下降。所以你吃东西进去呢，它应该要顺顺的往下消化下去。但是你如果这个路径没有很顺利的话，会怎么样？就是说，你吃进去的食物啊，然后那些消化液啊、胃酸啊，它往上逆了，往上逆呢，就是会造成不舒服。那这个症状就是胃食道逆流，然后胃酸，那胃酸刺激到我们食道，你就会觉得胸口很灼热、很痛。像这样子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的胃没有发挥它胃主降的功能。然后其实呢，跟西医也没有差太多，因为其实西医也是说胃酸不应该往上流嘛，我们是说逆流，那中医就说胃湿和降，所以其实中医跟西医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哦。那胃湿和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中医跟西医的理解，真的观察也是都是很一致的哦。你看西医的观点里面说，你情绪很紧张的人啊，就很容易这胃肠的蠕动就失常啊，然后你就会胃食道逆流。那中医也观察到说，很多情绪很紧张的人啊，他真的会有胃湿和降的问题。那有个科学研究，他发现说，用压力导致的胃食道逆流还是胃溃疡这些症状啊，在所有的这个胃食道逆流的病例里面有50%。所以其实大部分胃食道逆流的人啊，我都会帮他们放一点情绪缓解的药，因为如果他的压力没有放松，那交感神经一直很亢奋，那肠胃蠕动就不正常啊，不正常就是不会顺的把那些消化食物一直往下降，它会就往上逆，所以这个就是放一些疏肝情绪缓解的药。那除了情绪之外呢，其实现代人很多人就是暴饮暴食啊，去吃到饱啊，或者是喝酒过量啊，那吃一些食物其实都是消化不良的食物，所以饮食的刺激、饮食习惯的不良也是一个因素哦。那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其实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很无辜，就是说，我也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然后我觉得我也很放松啊，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胃食道逆流？那就牵扯到，其实我们胃跟食道中间有一个开关，就叫做贲门。那很多人贲门其实是关不紧的，就是说它胃的内容物啊、胃酸啊，然后这些还没有消化的食物啊，其实它应该要顺的往下。那蠕动坡往下的时候，它就应该往下。但是你如果贲门关不紧，那里面的食物呢就会你一个紧张或者你一个咳嗽，哇，它那个食物就往上逆。那贲门关不紧的状况呢，也会造成你的胃酸逆流。那你胃酸不一定过多，那就是你的开关没有关紧，所以它就会逆流。所以回应开场的例子，为什么他说，我吃制酸剂吃了那么多，然后我还是症状好不了，有改善啊，可是我觉得还是很不舒服。那因为这个年轻的男生啊，他是属于气虚型的，那他贲门括约肌啊是没什么力气，那关不紧，所以他虽然只有一点点胃酸，可是还是胃液的消化液还是一直往上流啊。那这个状况呢，其实就是中医可以给他一些补气的，然后给他一些消食的药，让他的贲门可以关紧，然后消化食物可以顺的往下，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医临床上呢，把胃食道逆流分成哪几种类型？其实最经典的就是有4种症型。那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情绪压力很大的，那这种很常需要交际应酬的人。像我有个病人啊，他是做业务的，那他情绪压力很大，那业绩只要没有达标，他就开始胃食道逆流。那这时候呢，
除了西医这边已经给他一些制酸剂，也给他一些放松的缓解焦虑的药之外，中医这边也会给他一些疏肝理气的药。像我就很常用大柴胡汤或是柴胡疏肝汤去缓解这种肝气郁滞导致的胃食道逆流。那有一些人呢，其实他除了胃食道逆流之外啊，他下面也不通，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也便秘，所以他觉得肚子好胀好胀。那你肠子蠕动不正常，肚子那么胀，当然胃气就更容易上逆啊。所以像这种时候，除了疏肝理气之外，我们还会给他一些通腑的药，就放一点大黄，让他大便顺一点，那肠子不会那么胀，他当然整个胃气就比较容易下降。那还有一种症型呢，就是平常很爱吃那些烤炸辣啊，或是很爱吃那些甜食啊，然后这些食物其实它都不太好消化，那就会造成胃中有热，那胃就容易发炎，然后引起过多的胃酸分泌。像我有一个病人，他来看诊，他说他的胃食道逆流很厉害，然后他旁边那个先生就跟我说啦，就是说，他不是只有胃食道逆流而已，他口臭又很重。他每次胃酸逆流很厉害的时候，我都闻到他口臭很重。像这一种就是胃热型的，就是我一问他平常的饮食，就是很喜欢吃那些辣的东西啊，他觉得吃辣的他才会有味道，所以这种我们就要清热泻火，然后帮他把火气清一清。那我最常用的就是小陷胸汤，但这个药很奇怪哦，就是说它里面有黄连，那黄连呢放的剂量要很强，因为放大量一点呢，它的这个胃热才会缓解下来，胃才不会一直分泌胃酸。因为我们过度分泌的胃酸呢，我们就当作是一种热在治疗。那我跟他说这药很苦哦，可是病人常常会说，尤其是这种胃食道逆流很厉害的病人，就常常说越苦越好，吃得好舒服，没有胃酸，然后觉得整个胸口的灼热马上就缓解了。那另外一种类型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贲门关不紧的。就是脾胃虚寒型的，那这种就很多吃素的族群啊，或是他很喜欢吃生机饮食族群，这种来看胃食道逆流都会觉得很无辜，就说我又没有吃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胃食道逆流那么严重？那其实你让自己的肠胃道长期接受这种生冷的东西，比如说生菜沙拉啦，比如说都是一些寒凉的蔬菜啊，什么菜瓜啊、苦瓜啊、什么空心菜这些东西，那吃久了你就会脾虚，那脾虚就会怎么样？脾主肌肉嘛，那我们贲门的括约肌也是肌肉啊，所以你就会肌肉无力。像这一种类型就是脾虚型的，那这种胃食道逆流呢，反而是要给他一点补药，当归啊、黄芪啊、党参吃一吃，那他反而觉得胃食道逆流好一点啊。因为它那个食道括约肌，它的贲门就关得紧了，所以这种胃虚寒型的人啊，平常很喜欢吃生冷饮食的人，反而要吃一点点补气的药，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一点。那另外一种型啊，就是其实也常常很多人来看，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饮食习惯，就是说会去吃到饱啊，或是很多的宴席，一结束之后，像很多的节庆假期之后，很多人就来看胃食道逆流。那我一诊脉，我就说，你最近到底吃什么？他就说什么月饼吃很多啦，不然就粽子吃很多啦，不然就是去吃到饱啊，然后吃到那个胃都很胀，然后就胃食道逆流。这一种呢，就是我们饮食停滞型的，其实它根本就消化不了那么多东西，那这些饮食的食物积在里面，那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消化，所以就变成胃气上逆。像这一种呢，我就会给他一些消食的东西，像是保和丸，里面有山楂啊、神曲啊、来福子，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消化。另外，如果他是比较年轻体壮的，我就会直接用大承气汤，让他肚子拉一下，把那些肠子里面没有消化的东西啊，那些腐败的脏东西把它排出来，那你肠子不要那么胀，其实呢，胃食道逆流也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胃食道逆流可不可以吃抗焦虑剂？那很多人就说，庄医师，你看一下，我是胃食道逆流啊，那为什么我要吃到抗焦虑剂？为什么西医是要开抗焦虑剂给我？我说你平常压力大到你胃肠都痉挛了，那你胃肠痉挛，你要一点点东西进去，你的肠胃就开始收缩，然后痉挛又不蠕动，就不往下降。你吃一点抗焦虑剂，你身体放松一点，
你的肠胃蠕动会比较正常一点。有时候呢，你配合抗焦距剂，然后呢，中医再给你一些疏肝理气的药，帮你缓和一下神经，那你的这些状况其实就会缓解了。那有些人问说，我吃液体的东西就好啦，我不要吃固体的，因为固体的东西就很饱很胀嘛。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你那个胃酸反流的人，如果是属于贲门关不紧的，那些汤汤水水的液体的东西反而容易流上去。吃饱饭之后，又咳嗽一下，哇，那些液体就往上逆了。所以我反而鼓励大家吃固体的东西，干饭慢慢嚼，嚼好之后吞下去，那至少要嚼30下，这样其实比喝那些汤汤水水的还有效。那很多人说啊，医师都跟我说胃食道逆流，我不能喝咖啡，不能吃甜食，那我是一辈子都不能吃吗？可是我好爱吃甜食，怎么办？其实不是一辈子都不能吃，治好就可以吃的，疗程大概就是3个月。像我个病人，他很爱吃巧克力，我叫他不要吃巧克力，他就觉得很痛苦。后来治好之后，他说他再怎么吃巧克力，他都不会像以前这样胃食道逆流了。所以你让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正常的状况，以后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了。其实我们今天讲胃食道逆流啊，大家会发现情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情绪可以放松啊，其实很多疾病你都不会得到哦。大家学汉医，我们下次再见。